集中一击，登峰造极。虽然善意的招式只有一个型，但每次出手都极具观赏性。除了柱，他是最帅也是最快的存在。雷の呼吸，一の型，霹靂一閃。6連。禰豆子ちゃんは俺が守る。因为只能在睡梦中觉醒，粉丝干脆给他取了个外号“睡柱”。那么善意到底有多强？他能不能真正站到柱的高度？今天我们就从多个角度彻底解析我妻善意的实力。说实话，善意在出场的时候完全不像个强者，他胆小怕死，总觉得自己下一秒就要没了，动不动就哭天喊地。ダメ大声出したらダメ。大声出して悪いやつに聞かれたら大変だよ。ちょっと外に出よう。なんで外に？自分だけ助かろうとしてるんですか？死ぬとかそういうことずっと言って恥ずかしくないですか？年下にすがりついて情けないと思わないんですか？あなたの腰の刀は一体何のためにあるんですか？但重点是他的天赋在那，哪怕在回忆片段里，我们看到他跟随师傅训练时，一个劲儿喊我不行，拼命想逃跑，可师傅始终没放弃过他。当岛慈五郎，这位被称作最强鬼杀队剑士的男人，却始终相信善意，哪怕善意再胆小再失败。你想想，一个能当柱、能被誉为最强的人，学生随便挑，他为什么偏偏死磕善意？这说明善意绝对不是废柴，而是天选之子。正常来说，雷之呼吸一共有6个型，但善意只学会了最基础的一之型。霹雳一闪，所以他一度觉得自己就是个废物，连完整的呼吸法都掌握不了。可できないならそれを極め抜け。極限の極限まで磨け。于是善意开始了日复一日的修炼。泣いていい、逃げてもいい。ただ諦めるな。慈五郎坚信这个徒弟有潜力超越所有人。善意第一次真正面对鬼是在古屋那一战，当时场面非常紧张，他吓得全身发抖，责任压得他快喘不过气，鬼步步紧逼，他直接吓晕过去。就在所有人绝望时，画风突然一转，睡着的善意整个人气势完全变了。鬼的舌头刚扑过来，瞬间被他一刀斩断，接着他一边护着小孩往后退，一边一个干净利落的霹雳一闪，直接把鬼的脑袋削了下来。那一幕简直帅到炸裂，直到他醒来才又恢复成那个胆小鬼，看到鬼头还吓得大叫。急に死んでるよ。何なの？もう嫌だ。这场战斗可以说是把他逼到了极限。一开始他被注入了毒素，身体逐渐蜕变成蜘蛛，还眼睁睁看着自己的头发一撮撮掉落，恐惧感加倍，痛苦加倍。换别人早就崩溃了。结果善意又一次经典操作，昏倒，但明明中毒，居然还能在空中扭转身体躲开攻击。胜利之后，善意做了个梦，在梦里他看见自己变得比任何人都强。进入花街篇，善意终于迎来了真正的高光时刻，对战上弦之6舵姬。当时表面上他还是睡着状态，但却能和炭治郎沟通，说明他的实力已经开始半清醒化。这一战他依旧用的是霹雳一闪，但升级到了8连。雷の呼吸、一の型。あんたの技の速度は分かってんのよ。何度も見てるからね。舵姬还以为自己已经看穿了善意的極限，结果下一秒。神速的速度快到连舵姬都惊呼不可能。不过副作用也极大，这个招式一旦用2次，双腿就会彻底废掉。即便如此，善意依然咬牙拼下去，终于在众人合力下，同时将继父太郎和舵姬的头颅斩下，结束了这场危机。虽然最后结局里善意全身疼得像散架一样，双腿骨头都裂了，几乎动弹不得，但事实证明他的速度已经快到连上旋都招架不住。那一刻，善意不再只是一个胆小的鬼杀队员，而是能在关键时刻左右战局的存在。如果说花街之战让善意真正走上筑级的门槛，那接下来的战斗就是他命运的终极考验，对上自己的师兄，也就是堕落成鬼的上弦6快月。这一战和之前完全不同，因为往常的善意面对强敌时总是一副害怕到发抖的样子，可这次他没有退缩，反而整个人气场大变，眼神坚定，甚至带着一丝冷酷。面对昔日的师哥，他开口就一句：“你只是个替补。”意思就是快月能当上上弦，不过是填补空缺的位置罢了，而不是靠真正的实力。快月分
愤怒出手，他的雷之呼吸也被鬼化力量强化过，速度快，攻击狠。但善意没有慌，反而冷静回应，太慢了。哪怕中途受了伤，他依然咬牙撑住。最关键的是，善意在这一战里终于亮出了自己独创的招式，那就是雷之呼吸七之形火雷神。这一刀出鞘，整个人如同化身雷龙，速度快到快跃，根本没来得及反应，瞬间就被斩下了头颅。这一招不仅代表着力量，更是象征着善意的蜕变。从那个被师傅收留时只会哭喊的少年，到如今能自创火雷神，独自斩杀上弦的男人，这场战斗不仅是胜负，更是善意成长的最终证明。击败快月之后，善意整个人几乎撑不住了，身体向地面坠去。要不是后来有人及时救下，他很可能直接力竭而亡。但这场战斗的意义远不止胜败那么简单。要知道，阴柱天元靠炭治郎、伊之助和善意一起，才勉强击败舵姬和继父太郎。炼柱甘露寺也得靠炭治郎他们支援，才能打倒上弦寺半天狗。而善意呢，他独自面对强敌，甚至用自己原创的第七形正面压制，彻底秒杀。这一刻，他不再只是靠睡着变强的幸运鬼杀队员，而是真正跨进了筑级的行列，甚至超过部分柱的存在。如果把善意的成长轨迹拉出来看，你会发现一个惊人的规律，他的潜力远远没有封顶。回想最开始，师傅慈五郎就说过，善意虽然胆小，但他有成为最强的可能。这个评价不是随便安慰，而是出自一个前任最强柱的真心认可。再对比炭治郎和其他同伴，炭治郎一路开挂，觉醒通透世界，还开启斑纹；伊之助天赋异禀，战斗直觉超强。但善意呢？他明明只会一个形，却硬生生靠着6连，最后还自己开创了第7形。从观众的角度来看，哪怕是一些现役的柱都没能独自斩杀过上弦，而善意却做到了。所以可以说，他已经站在大多数柱之上，只差一个名分。更关键的是，他的成长速度极快，如果给他再多一点时间，或许真的能追上，甚至和炭治郎比肩。换句话说，善意从一个爱哭鬼一步步走到今天，已经不是能不能变强的问题，而是他到底能强到什么地步。回头看善意的一生，简直就是一部逆袭史。从开场那个动不动就哭，只会喊我要死了的胆小鬼，到最后能独创火雷神，一刀斩杀上弦的男人。他证明了一个道理，真正的强大不是天生无所畏惧，而是在恐惧中依然前进，哪怕害怕，哪怕哭喊，但他始终没有放弃，所以才有了那个在雷光中蜕变的最强善意。或许他不是天生的英雄，但正因为有缺点有恐惧，他的成长才格外动人。这就是为什么这么多观众会被善意打动，因为他让我们相信，就算胆小懦弱，也能有站起来的一天。好了，这就是本期关于我妻善意实力解析的全部内容。你觉得善意在鬼杀队里能排到第几？在评论区聊聊你心目中的排名吧。